笼罩住监狱的灰雾迅速消散，而监房中的所有人全部安然无恙。咸鱼什么都说不出口，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原来人生最幸福的事情，莫过于虚惊一场，失而复得。左爷啊，你真是我见过最变态、最恶劣、最无耻、最疯狂的观察者。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，真心谢谢你，把他们都安然无恙的还回来了。咸鱼活着真 TM 的好啊！是啊，太好了，你们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小你那出息！闭嘴，坏女人！我虽然被关起来了，但你们的话我全能听见。白兔啊白兔，奥卡欠你1万做小金人，你太能演了。你以为我想拿狼牌，换你拿到狼牌，你会怎么做？乖乖坦白自己是狼，然后等死吗？退1万步，就算你想，左爷能同意吗？我试着这样做了，但被阻止了。小胡，朱雀长老，对不起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，只是一场游戏。队长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我了是吧？罐头，你这话说多少次了？以后不准说了，不吉利。罗尼，好样的，你刚才很勇敢，玩得不好，作为新手玩得不错了。来，诸事顺利。咸鱼转过身，发现青灵正悠悠地看着自己。咸鱼一愣，竟然有点近乡情怯。见到他平安无事，明明很开心，一时间却不知道说什么。接住！为什么投江湖不投我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狼？直觉，当然还有信任。如果你投我，我会开枪打你。我可是预言家验过的好人牌呀，绝对的金水。就算我投错了，你也不能杀我呀！你这不是乱玩吗？别人可以投我，哼，但你不行，因为我们永不背叛彼此。七影啊七影，你跟青蛇果然有猫腻啊！快说，你俩是不是偷偷复合了？这恋爱的酸腐味，我隔老远就闻到了。我们就没在一起过，哪来的复合？就是，朱雀长老，你别乱讲。朱雀长老，我不恨你，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青灵本可以不用死。夏姐，求你别说了，我之后给你做牛做马，这事就让他随风去吧。哈哈，姐才不会跟你计较。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选小胡。当然，我知道你也还是会选青蛇。唉，命运有时很残酷的，就喜欢让我们做两难的选择。但愿我们永远不会遇上。但愿吧。监狱大厅内，12个人三五成群，互相关心，感受着劫后余生的喜悦。只有 X 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热闹的人群之外。左爷，是不是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？是啊，赶紧放我们出去。对了，还有符文，不准赖账！你这个臭老头！哈哈，游戏结束，契约完成，胜负已分，皆为命运。喂，老头，符文呢？在这里，按照约定，等我升到4级就给你们。左爷，你这又何苦呢？反正要死，最后能看一场好戏，也不枉费我观察者的身份了。左爷，你骗了我们，刚才不是浮动。小伙子不错啊，被你发现了。监狱不过是我制造的结界。左爷，我来听你说，你歇坏啊。望寿也有天赋，左爷的天赋叫望境，一种是普通结界，精神力强大的人可以破除；一种是契约结界，也就是我们刚才进入的结界。这种结界以自愿为前提，一旦进入，除非按照规则完成任务，否则绝对无法破除。换言之，左爷就是结界中的上帝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不过使用契约结界还是一次性与13个人缔结契约，消耗的能量非常巨大，左爷这次赌上了自己的性命。活着不好吗？就为了看一场狼人杀，去网上看啊，这种节目网上多的是。哈哈，拼上性命的狼人杀可不容易看到呀，而且我活得够久了，是时候交卷了。小子，剩下的路你要一个人走了。左爷走了，良久都没人说话，天地之间只有海风轻海浪轻拍。你们回去吧，我把左爷葬了，就去离城找你们。没问题，但我现在还有事要问你。你问，但我不一定回答。你跟左爷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家的老管家，我14岁生日那天觉醒了，我把觉醒的事告诉了父母，本想给他们一个惊喜，结果我父母听见后直接受化了。那天左爷帮了我，否则我不可能打得过我母亲，他是杀伐者。望寿是不是可以识别出所有人类，包括觉醒者和未觉醒者？是。警告，你正面临极度危险的处境，幸运点收益增幅至5000倍。咸鱼没有问他是谁，因为只要看一眼女人的脸就能看出来。咸鱼甚至可以想象，初雪再长大个10岁就应该是这个女人的模样。你是初雪的姐姐白露。看来初雪跟你提起过我了。哼，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让小雪了你，也不至于搞成现在这样。你 TM 的看哪呢？臭女人，你的对手是我，哥还没打过瘾呢。你居然没死，有意思。就你那3脚猫功夫，是在给哥搓澡吗？把初雪给我放了，我考虑饶你一命。就凭你。卧槽，又来，有完没完？臭女人有种正面刚啊！
这就是白鹿的天赋，类似水元素和冰元素的结合。以他目前对元素的掌控力，至少相当于觉醒者的6级元素天赋。咸鱼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千疮百孔，死无全尸；二，让我妹妹掉，死得其所，也不枉费你们朋友一场。对不起，你明知自己没得选，为何情愿死掉，也不成全我妹妹？因为我有非活不可的理由。哼，永别了。初雪你。白鹿相当震惊，妹妹竟然不惜用自己的诅咒之力，也要阻止她杀死咸鱼。那一刻，白鹿伤心、愤怒，更多的却是无奈，以及一种非常惆怅的失落。唉，妹妹长大了啊，再也不服我的管教了。白鹿心念一动，调动体内所有能量，抵挡住妹妹的诅咒之力在自己体内蔓延。火焰有效果，火焰。白鹿全神贯注，抵御住初雪的诅咒，低头一看，两人已经不见了踪迹。嘿嘿。火焰！水源，咸鱼，留着你的命，我们还会再见。哼！兄弟，她真是初雪的姐姐啊！是的。她说你是什么意思啊？王子凯，初雪其实是鬼。啥鬼？什么鬼？幽灵还是妖怪？接下来的几分钟，咸鱼把关于鬼的情报以及初雪的特殊之处都告诉了王子凯。等等，兄弟，有点乱，让我先捋捋。初雪很特别，只能你，不了其他人，是不是？是的。然后初雪不吃你会饿死，但吃了你会死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卧槽，我居然听懂了。王子凯，换你会怎么做？兄弟，你想死吗？不想。那初雪想吃你吗？应该也不想。这不就结了？可是别 TM 可是了，兄弟，你这人什么都好，就是太扭捏了。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，硬吃的饭不香。退一万步，就算你牺牲自己成全初雪，初雪她能开心吗？她还不得一辈子痛苦自责？你觉得这划算吗？你说的对，那我该怎么做？什么都不做。要是初雪真死了，该伤心伤心，该难过难过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反正第二天醒来又是一条狗。不是，笑点在哪？又是一条狗耶！你真是有大病，我看你才是一条狗。黎城山青区深夜10点，一辆加长的黑色商务车缓缓行驶在公路上，而车内坐着的正是赶往酒鬼住处的麒麟和李夫人。李夫人，您跟酒鬼前辈是怎么认识的？他是我的领路人，也是我最早加入组织的人。玄门，对。玄门是一个很老的觉醒者组织，创立于上世纪40年代。那时的玄门可以说是一统江湖，最著名的就是白灾事件。李夫人，白灾事件究竟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当年我的先知才3级，能力很有限，我不属于上前线的战斗人员。我只知道白灾之后，玄门就亡了。我记得那年冬天，玄门所有战斗人员都被派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。半夜时分，酒鬼回来了，受了很重的伤。他告诉我，所有人都死了，包括她的丈夫玄门创始人。那晚，酒鬼决定带我逃走，但高级兽追了过来，我们遭到袭击。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因为我直接晕了过去。当我醒来时，我的双腿就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并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，酒鬼也不知所踪。岛国？是的，我在那待了3年，一个当地的觉醒者负责照顾我，那个人后来成了我的丈夫。3年后，我跟丈夫回到黎城，我一直在寻找酒鬼，也在寻找玄门的其他人，但是都一无所获。玄门已然成为了历史。1年后，我创立百川团，后来我丈夫病逝，再后来酒鬼重新出现，但关于玄门和白灾的事，他绝口不提。现在他在做什么？每天喝得烂醉如泥。木子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那我也不绕弯子了。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李某人郑重地将猩红潮汐一事进行了详细说明。搞半天，就这事啊？这事不够严重吗？就我这个情况，现在走路都快站不稳了，我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们还指望我去跟兽打架呀？我帮你们加油都够呛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梦到的这场猩红潮汐，我早知道了。您该不会也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吧？没有，木子，你当初跟了我10年，你可知道我的天赋是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你想不想知道？想知道。同一时间，纽尔代夫深夜10点，咸鱼漫步在沙滩，突然他停下脚步，看向一旁的海滩上，那里趴着一具尸体。他这装扮怎么感觉像上个时代的女大学生啊？喂，你醒醒！女孩没回应，嘴里却发出了十分微弱的声音。咸鱼拿出撕药剂，在女孩的伤口处将一整支撕药剂注射了下去，然后在旁静静守候了几分钟，直到女孩身上的外伤基本恢复。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这？爹要杀我！爹，父亲。
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现在能走吗？算了，我背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怀伟，你呢？我呀，齐颖。你是怎么治好我的？你莫非是仙人，会仙术？咸鱼一怔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从哪说起。他可以确定的是，女孩一定是人类，不过还是有不少疑团。怀伟，接下来我问你答。你之前说你爹要杀你，他为什么要杀你？我不知道，爹平日对我很好，可是今晚他忽然就变成了妖怪，那个妖怪还想害我。怀伟，你想没想过，那个妖怪为何要害你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一些经历？难道是因为我也会法术？你会什么法术？我好像可以从一个地方一瞬间跑到另一个地方去。难道是时空系天赋、空间传送？你什么时候会法术的？能具体跟我说说吗？今晚我就要糖给爹抓药，回家实夜深了，被2个流氓给盯上了，我很害怕，就一直跑，他们一直追，当时我害怕极了，脑子里闪过家中的画面，闪过我爹，我多希望自己已经回到家中，然后仿佛做梦似的，我一晃神就回到自家房间的床上了。他果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了。然后我就把事情告诉了我爹，爹突然变得很不对劲，眼神很可怕，我从没见过那么可怕的他，而且他的身体也变了。他变成你从没见过的怪物。是的，他还叫我觉醒者。然后爹就把我刺伤了，当时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只想逃走，然后一恍惚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醒来时，我就见到你了。怀伟，接下来我要说的非常重要，我只说一遍，你一定要认真听。怀伟，你父亲并不是你真正的父亲，而是兽。对不起，你继续说，不用管我。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不用了，我也不是很……木子、麒麟，你俩相信缘吗？缘这东西妙不可言啊！今天是几月几号来着？2024年7月27号。今天就是今天啊！这一切果然是缘啊！麒麟，你们公会是不是有一个小子，18、19岁，最多不超过20岁，名叫齐颖？齐颖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不过齐颖是他的化名，他叫齐颖。什么？他居然骗我！他居然连真名都不肯告诉我，亏我当年还那么崇拜他。等等，你崇拜齐颖长老？是啊，齐颖那小子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他救过你？什么时候？就在此时，就在此刻。怀伟，醒醒！来，你先吃点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别管了，能吃就行，快吃吧。吃饱了，我还有不少事要问你。这是水吗？差不多，不过是有味道的水。味道好怪呀！饮料不应该是甜的吗？就算之前没喝过，甜味也不至于觉得奇怪吧？虽然奇怪，但是还不错。哇哦，真好喝！咸鱼有点好奇，他也拿起一瓶饮料，仔细一看，顿时傻眼了。卧槽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没仔细看，这不是饮料，是啤酒。原来这就是啤酒的味道。那个，你满18岁了吧？今年正好18岁。齐颖先生，你呢？跟你差不多。怀伟，你知道现在是多少年吗？知道啊，29年呀。29年，这种说法实锤了，他就是上个时代的人。看来这个怀伟的天赋不仅可以跳跃空间，还可以穿梭时间。这是哪呀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。怀伟，接下来我告诉你的是，你别吃惊。你现在所处的世界是2024年。2024年？简单说，你来到了78年后的未来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一定还在做梦。怀伟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觉醒者，而你的父亲也不是妖怪，是一种较瘦的生物。至于你为何会来到这里，20分钟后，怀伟听咸鱼讲完了迷雾世界目前已知的所有世界观，他沉着脸，双眼发愣，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头脑风暴。我刚才说的话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我的家人、朋友、老师、同学全都是兽，我一直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。对，正是这样。怀伟，你知道自己的天赋名吗？我之前晕倒的时候，脑子里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好像是3时空幽灵。3时空幽灵？是序列3时空幽灵。序列3？你是说我的天赋排第3？天啊，我这么厉害吗？是的，没想到啊，竟然是个大佬。怀伟看着眼前的咸鱼，跟自己年纪相仿，但是行为举止都比自己要成熟许多，而且还懂得那么多，又救了自己。忽然间，他对眼前的人产生了崇拜之情。齐颖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的老师，我可以叫你老师吗？可以啊。谢谢齐颖老师，我可能得回去了，我感觉到有一股能量正在拉我回去。你回去后千万要小心，不能相信任何人。如果你不忍心杀死你父亲，那你就得永远离开他，换一个身份重新生活。齐颖老师，我今后还能来找你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最好不要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恐怕见不到以后的我了。再过7天，猩红潮汐就要来临，那一天
所有觉醒者都会死。不，老师你一定会渡过难关，我们也一定还会再见面。呵呵，那就借你吉言了，你也是在你的时代好好活下去。约好了。怀伟消失了，那个来自上世纪的18岁女孩，仿佛从来没出现过一样。咸鱼沉默片刻，拿出手机。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？夏姐，你听没听过一个叫怀伟的觉醒者？是个大佬，不过是上个世纪的人了。不认识，没听过这号人。是吗？难道怀伟没能好好活着？不对，怀伟返回之后不可能再用真名了，肯定会给自己取一个江湖名字。夏姐，我刚遇到一件奇事，必须当面跟你说。在酒鬼说完自己第一次时空旅行的经历后，麒麟和李夫人沉默了将近1分钟。您是说您可以时空旅行，并且就在1小时前，18岁的你已经在纽尔代夫见过我们公会的弃营长老了？怎么不相信？有事吗？有件事，我感觉要立刻向你汇报，是关于七影的。他说他今晚遇见一个女孩，来自78年前。我现在相信您了。缘啊，这就是缘，妙不可言。我就告诉你们吧，我的天赋是序列3，时空幽灵，空间传送，我半个月才可以传送一次。至于时间穿越，我要1年才可以来一次，而且一次最多维持1小时。还有，同一天是不能去2次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想问我有没有去未来看看？看了，不仅未来，过去我也去过。这破地方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我去过最早的时间是1926年，再往前我就无法过去了。我去过最晚的时间是猩红潮汐发生的最后一晚，再往后我也去不了。我尝试过各种办法，但还是去不了。1926到2024是98年，不是100年。如果猩红潮汐没有提前到来，那么将在2年后发生，正好是100年。这个迷雾世界的时间长度，或者说是寿命，只有短短1个世纪。如今，因为苍母教和望寿的阴谋，世界的终结还要再提前2年。这一刻，李某人终于理解了，为何酒鬼会从一个热血强大的女性，变成一个整天醉酒的颓废老人。衰老并不是主要原因，失去希望才是。酒鬼早已经知道迷雾世界的极限和边界在哪里，所有觉醒者，甚至所有的兽，都逃不出苍道，逃不出命运。大家不过是笼中鸟。酒鬼，你去过猩红潮汐最后一晚，告诉我们谁赢了？不知道，我没能看到结局。麒麟和李夫人立刻明白过来，酒鬼去过那一天，但因为时间限制或者其他原因，他没能目睹完整场战斗。本来没因果，100年后没有你，也没有我。麒麟还在思考，突然发现李某人的脸色不对，他猛地一惊，立刻伸手探了一下酒鬼的鼻息。他死了。各位，猩红潮汐来临前，我跟龙、李某人已经达成共识，所有觉醒者都会聚集到白虎分部，大家一起迎接敌人，准备战斗。会长，望寿中可能有会使用大面积破坏力的天赋，我们全部集中在一起，会不会反而危险？七影老弟，你把我忘了呀？我的天赋是绝对防御，序列9，最强守护系天赋，可以制造一个1层楼那么大的安全结界，而且还是可移动的。这么强？但是一次只能维持10分钟，之后就得休息1小时，不过足够应付你说的那种情况了。白虎只能给我们兜底，想要改变命运，还是得主动出击。没错，在座的都是核心战力，请务必做好背水一战的觉悟。是。李微微，抱歉了，这么久了，还是第一次来看你。这段时间实在发生了太多事情。觉醒之前，咸鱼跟李微微是无话不谈的青梅竹马。此刻的咸鱼明明有很多心事想跟他分享，可话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总之，我一切都好，要是还有机会的话，下次我再来探望你。万思思，我来看你了。你走之后发生了很多事。对了，我替你报仇了，不过也不算彻底报仇，接下来有更紧迫的事得面对，所以彻底报仇的事得再等等了。咸鱼说到这，忽然意识到自己的伪善。其实对万思思来说，杀了洪峰就算报仇了，消灭苍母教，万思思真的在意这种事吗？说到底，咸鱼不过是要强行给自己一个理由，不原谅自己，继续保持愤怒，不断变强，直到迎接命运的终点。那天你跟我说，如果没有我，就不会有现在的你。我现在有些明白这句话了。如果没有当初的你，也不会有现在的我。我不知道接下来自己还要失去多少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成为别人的失去。但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10分钟后，咸鱼来到鬼马墓碑前，他吃了一惊，因为鬼马的墓碑前正站着一个人。黑马，你来了。巧啊，龙先生。这里没其他人，不用拘谨。队长，
纽尔代夫之行顺利吗？挺好，队长，纽尔代夫的情况需要汇报吗？麒麟已经把信息同步给了我和李某人，当然他应该有所保留，不过我并不需要你来补充。酒鬼的事你也知道？你忘了，我可是一路冬眠过来的人，按辈分，你们都该叫我爷爷了。你以为玄门的白哉为何只有酒鬼能活下来？队长，是你救了他。我们12生肖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白哉究竟是什么？简单说，有3只妄兽，试图消灭所有觉醒者，但失败了。前尘往事不必再提，还是着眼未来吧。队长，我有一件事想问你。你问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么多，为何还要派我去当卧底？我感觉我打探出来的情报还不如你自己了解的多。我送你去麒麟公会，也是为你考虑。其实我一早就知道了，你有幸运天赋。咸鱼大骇，顿时毛骨悚然。他极力按捺没有说话，他不知道能说什么，沉默是唯一的选择。麒麟公会有神迹符文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去了麒麟公会，肯定会想办法接触神迹符文。你当时还很弱，麒麟未必会防你，我是不可能的，麒麟绝不会让我碰神迹符文。这个龙还真是算无一策呀。可是龙为什么会知道我有幸运天赋的？算了，现在想这些没意义，当务之急是要站稳挨打。队长，我不是有意要隐瞒。没关系的，高位列的天赋本来就是觉醒者的底牌，我们都在隐藏，你也隐藏，这很公平。可我的天赋不是高位列天赋，天赋之间是首尾相连的，我是首，你是尾，反过来，我是尾，你是首，把手给我。你果然接触到了神迹符文，谢谢你。现在你我的体内都种下了神迹符文的种子，能否破土而出，就看个人造化了。序列1，主宰最强神迹系，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天赋的人，这是作为你完成任务的感谢。咸鱼早已经震惊的说不出话，原来这才是月色真美的真正任务，鬼马的任务不过是其中一个，隐藏更深的任务是让咸鱼替龙拿到神迹符文的种子。龙知道麒麟防备着他，也知道麒麟已经猜到龙是最强神迹天赋，所以麒麟绝不可能让龙拿到神迹符文，就连碰一下都不可能。但麒麟却没有料到，龙可以通过咸鱼这个媒介得到神迹符文中的能量种子。咸鱼，抱歉，我利用了你，我也隐瞒了自己的天赋，扯平了。好，扯平了。队长，既然你交给我的终极任务已经完成，我是不是可以回来了？你自己决定。我看得出，你对那边的同伴也是真情实感。他们都是好人。如果你想继续留在那，甚至真正加入他们，我也尊重你。我始终相信觉醒者的命运殊途同归，当然麒麟和李某人除外。什么意思？或许我没立场说这种话，但作为感谢，这一刻我对你毫无保留。因此我想告诉你，麒麟和李某人未必是我们的敌人，但跟我们在本质上不是一路人。队长，你是说他们跟我们只是顺路，但终点站不一样？很有可能。他们想做什么？我还不确定，但迟早会清楚的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进入系统，探索主宰。无法探索。为什么？我不是知道名字了吗？之前也算领教过他的天赋了，算是探索过了吧。目标拒绝。难道说龙的天赋可以给自己设置防火墙，拒绝被你探索到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天赋是最强神迹系，幸运系统也是神迹系，所以你被压制了？请自行探索。要你何用？这个龙太高深，太神秘，太强大了。算了，目前的首要事情还是猩红潮汐。猩红潮汐的最后一天，咸鱼留在家中陪伴着家人。他对家人撒了个谎，说王子凯加入了一个电竞俱乐部，要去那里特训7天，非要拉着咸鱼一起去。家人一听是王子凯，也就答应了。咸鱼来到王子凯家中时是23点40分，只剩20分钟，猩红潮汐就开始了。兄弟，你真 TM 的是个天才啊！接下来的1周，我们就可以嗨个天昏地暗，再没人管我们了。而此时，咸鱼的心越来越忐忑。这个王子凯怎么一点愧意也没有啊？他真的是迷失者吗？还好，我早就准备了 B 计划。你们是谁啊 ？Hello， 你就是那个叫凯哥制霸峡谷的菜鸡学弟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农药 ID？ 他俩是我叫来的，过来执行任务的。卧槽，兄弟，可以吗？我就知道这1周不会这么简单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先给我1只。接着。兄弟，这什么东西？好东西。队长，搞定了。王子凯，对不起了，等天亮猩红潮汐结束，我们还是好兄弟。队长，你居然不惜做到这一步，你跟菜鸡学弟真是兄弟情深啊。他救过我好几次，还特别信任我，可以的话，我永远不想伤害他。哇，队长，如果是他的话，我不介意主动退出啊。别评了，快回白虎分部。2位，情况有点不妙。怎么了？咸鱼刚问完话，脸色一沉，心脏几乎骤停，眼前原本应该昏迷的王子凯，他醒了。兄弟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啊？王子凯，
你先冷静点，听我解释。咸鱼真的懵了，这种情况他完全没料想到，能让高级兽昏迷48小时的地药剂使用在王子凯的身上，竟然10分钟都没能维持。王子凯究竟是什么怪物？这太离谱了！咸鱼，你 TM 赶紧给我解释一下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们俩出的馊主意，对不对？休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别，天狗、罐头，你们先出去。队长，没时间了，出去。王子凯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主意。兄弟，你好好的干嘛要把我绑起来啊？我是为了给你特训。特训？对，百川团的李某人你还记得吧？就是观海楼那次请我们吃料理的女人。我知道，她怎么了？她能预知未来，她预测到未来有一个很厉害的反派，他是终极反派。那个反派超强，我们都不是对手，最后都会被他杀死，就连你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我们要对你这个天命之子进行特训，把你捆起来。这只是特训的第一步，为的就是要激发你的全部潜能。我就知道这一周不会这么简单。看来是蒙混过关了。特训内容是不是要让我自己挣脱开这些绳子？小意思。兄弟，你这特训不行啊，得加码啊！咸鱼杵在地上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眼前的人是自己最好最熟悉的朋友，但这一刻，他强大的让他感到如此陌生。王子凯绝不可能是迷失者，他一定是深度沉睡的某种高级兽。队长，12点了，不能再等了。就在罐头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咸鱼的胸口轻轻地抽了一下，仿佛被某根手指拨动了心弦。罐头和天狗也分别不同程度地感受这个陌生的警告信号。天空的圆月以肉眼可见速度染上了浓郁的猩红色，它悬浮于夜空之上，犹如一只邪神的眼睛，阴森地打量着这世上的每一处。这只眼睛散发着不输于白昼的红色强光，整座城市都笼罩在压抑的红色之中。嘿嘿，喂，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？队长。罐头害怕的浑身颤抖，但是他没有逃跑。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不能再拖后腿，他要跟七影队长并肩作战。天狗不动神色地摁坏了一颗深蓝色的纽扣，然后他抬手对准王子凯，调动能量，随时准备发动4级空间切割。嘿嘿，你们不是要特训吗？还等什么？白虎分部3大组织全员都聚集到了这里，也包括一些散人，全员加起来共156人，这些几乎是目前迷雾世界的全部觉醒者。青灵和黄警官站在窗前，两人的脸色有些沉重。黄警官的手机一直是开机状态，神经高度紧绷中，他非常害怕会接到妻子的电话，因为这能说明2种可能：一，他的妻子是高级兽；二，他身边有高级兽怀疑他是觉醒者，并利用他妻子给他设陷阱。此刻他只能攥着手机，祈祷着凌晨到天亮这段时间手机永远不要响。当然，如果响起了，他会做好一切觉悟，哪怕逝去赴死。一旁的青灵盯着窗外一片猩红的离城，默默攥紧了拳头，因为咸鱼还没回来。他知道咸鱼要借12生肖的天狗帮自己执行一个任务，任务完成，他会赶在12点前回到白虎分部。现在看来，任务没有完成，那肯定是出意外了。青蛇、黄牛、天狗有危险。青灵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，黄警官立刻跟上，白兔也一起同行。让开！好啊，先打过我。虎叔，天狗有危险。猩红潮汐期间，外出执行私人任务的同伴要做好死亡的觉悟，这是规矩。天狗是被七影叫过去的。天狗自愿协助七影，这是他的选择。我现在自愿去救天狗，还有咸鱼。青蛇，来不及了，真有危险的话已经发生了。七影和天狗都对付不了的敌人，至少是望手和鬼团，你们去也是送死。我不能看你们冒险。别逼我！你们不是要特训吗？还等什么？隐身。哎，人呢？你们人呢？太好了，王子凯是迷失者，即便他这么强，但他真的是迷失者呀，他睡过去了。这不是地药剂的效力，是猩红潮汐的规则。打起来了，没事吧？什么？虎叔把你们3个都打趴了？走吧，我们回白虎酒店。隐身，队长你真是天才啊！我们这样搭配无敌安全啊！哎，狗哥，你别飞太高呀，我恐高。飞高点更安全。罐头，要不要来点更刺激的？我想知道飞行时忽然来个瞬移加速会怎么样？哇，队长你别玩了，我们再试试俯冲瞬移加速。好啊。狗哥，队长你们冷静点哇！救命啊！春大人，白鹿和初雪回来了。看样子白鹿还是没帮初雪找到新猎物啊。春大人放心，猩红潮汐期间是我们的主场，接下来
我们有的是机会。金泽，你太乐观了。朱雪这丫头非常特殊，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更特殊。她的猎物不是那么好找的，压力真的好大呀。春是鬼团创始人，也是迷雾世界的第一只鬼。虽然他的外表只是一个小男孩，但心智已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者。曾经的鬼团成员达到11个，可现在只剩下4个：春、惊蛰、白鹿和初雪。每个鬼的身体里都流淌着不一样的诅咒，这个诅咒可以让他们获得强大能力，但诅咒也是可怕的慢性绝症，随时会要鬼命。大约20年前，仓姆教的人找上了鬼团，他们自称可以给鬼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，并且有办法治好鬼体内的诅咒，前提是鬼愿意跟他们合作。这些年，鬼团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偶尔帮他们暗杀一些觉醒者，或者利用初雪的能力复活一些觉醒者。仓姆教也确实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，但治好鬼团的诅咒仪式却没有兑现。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吃的特殊食物，朱雪却不愿意吃，还跟那个食物成为了好朋友，怎么会如此荒唐啊？白鹿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我知道，但是妹妹死也不愿意吃那条咸鱼。会吃的，这孩子是倔，但再倔也倔不过求生和进食的本能。现在3大组织都聚在一起，根本找不到机会。耐心等待。没时间了，初雪随时会死。你联系他，他或许愿意再帮我们一次。如果他有什么条件，只要不触及底线，我们都答应。他是觉醒者吗？他是万寿，跟我们并非朋友，但也不算敌人。兄弟，昨晚我们不是要特训吗？我怎么睡着了啊？特训效果不行啊！实不相瞒，昨天来的那个罐头天赋叫睡美人，是一种很强的诅咒类天赋。他对你使用了睡美人，只要一过凌晨，你就会自动入睡。我去，这么强？不过嘛，你毕竟天赋异禀，我估计最多1周时间你就可以战胜了。哪用得着1周啊？3天我就可以战胜。我给你买了早餐，你随便吃点。加油，你是最棒的！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咸鱼一整天都是在白虎酒店度过的，他和黄警官隔半分钟就忍不住看一次手机，就连在吃饭时也不例外。跟他们一起吃晚餐的白兔受不了了。黄牛、咸鱼，你们有完没完？再看我没收了。我看我的手机，你吃你的饭，这又不冲突。你这样很影响别人干饭。复议，你又不是没设置声音提醒，老看手机，有意义吗？再这样看下去，本来没事，都给你们判出事了。咸鱼一听白兔说的有道理，他赶忙将手机塞回口袋，发誓再也不看了。七营长老，你手机响了？是的，电话是我弟妹打来的，她不一定是兽，可能是觉醒的人类。咸鱼不语，这种可能性就跟中彩票一样，太小了。他跟我弟在大学外面租了房子，他半夜醒来，发现我弟昏迷了，怎么也叫不醒，以为他生病了，想打急救电话却打不通，最后打到我这来了。你是想去确认情况，想让我陪同？是的，我不能不管，即便弟妹是兽，用我弟弟引我上钩，我也必须去。不是，你找你们组织的人就行，为什么找七影？我记得你们没有很熟吧？我们执行过任务，也算是朋友了吧？我还叫了小丑，我们3人一起去，我保证不会出问题。七营长老，我求你了，小丑可以分辨兽的气味，而你有瞬移，头脑又聪明，真要在关键时刻救人，只能靠你了。七营长老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，你一定要帮我，这个人情我今后。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我们走。咸鱼决定帮绿茶，主要有2点原因：一是当初在佐爷主持的狼人杀中，咸鱼投出了让绿茶死亡的关键一票，虽然最后这只是游戏，但咸鱼还是有些愧疚，这次帮他算是补偿；另一点则是私心，这几天晚上自己也可能遇到相同的情况，说不定也有需要找绿茶帮忙的地方。我也陪你去。不用，人太多不一定是好事。可是万一你手机响了怎么办？行，你们自己小心。哥，你总算来了，他们都是朋友，正好在一起，过来帮忙。你仔细说说情况。我半夜醒来，发现小军不对劲，小军睡得太沉了，怎么都叫不醒。我想叫救护车，可没人接电话，我背不动他。我想找邻居帮忙，但是敲了几扇门都没人理我。弟妹，你别过来。哥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别愣着啦，我们赶紧把小军送去医院。他没再说下去，忽然间他发现气氛不太对，他转过头，发现小丑正守在门口，咸鱼也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神色冰冷，动作戒备。2秒后，他是寄生者。解决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警告。嘿嘿，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老哥呀，你为什么不肯乖乖让我杀掉你呢？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。是寄宿者。小军，哥对不起你，是我太大意了，我应该隐藏得更好一点，这样就不会让你起疑。哥呀，不怪你，你可以骗过其他兽，但是我可是寄宿者呀，你怎么可能骗过我？什么意思？
用你们的话来说，我体内的兽格即便在沉睡时，也可以分辨普通人类和觉醒者，只是被苍道压制了。所以，猩红潮汐时，我的兽格必然苏醒，这一天注定要来。哥，对不起啊，你是我最亲的人，我记得所有你对我的好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就想杀了你，我根本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求你了，让我杀掉你，让我们合二为一。小静，清醒点，他根本不是你弟，你弟死了，他是兽。哥，我就是你弟啊，他想挑拨我们兄弟关系。你不是绿茶的弟弟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他弟根本不会伤害他，就像他也不会伤害他弟。小军真的不能回头了吗？等猩红潮汐过去，等你的兽格沉睡，我们还是兄弟，就像以前那样。人类，别天真了，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为什么？战队已经开始了，你们都得死。警告，你正面临极度危险的处境，幸运点收益增幅至2700倍。让我们来吧，小丑上了。一瞬间，小丑已经变成咸鱼的模样，并拥有50%的瞬移能力和属性加成。小丑之前触碰过咸鱼，他的千面人目前只能模仿一种天赋，他选择了瞬移。不用了，他是我弟，要杀也是我来。凌晨5点，一辆轿车开往白虎酒店的路上，车内绿茶一言不发，那只寄宿者跟绿茶激战了1分钟，就被绿茶的寸劲打爆了心脏。想哭就哭吧。兄弟，你黑眼圈有点重啊，你昨晚没睡觉吗？是啊，没睡。好兄弟，没想到你竟然一直守着我。不是，我可没这么说呀，你学什么不好，别学我过度脑补啊。手机响起的一瞬间，咸鱼惊出一身冷汗。没事，白天打过来的，不会有什么事。咸鱼一看这3个字，根本没勇气接。我没打来的，你帮我接。瞧你这怂样。喂，高星星，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在特训，这几天没事别打扰我们，我可是要当职业选手。真的假的？果然出事了。警察怎么说？已经立案，再派人调查，让我先回家等消息。妈妈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你具体说一下是怎么回事？晚上7点，妈妈忽然想起家里酱油用完了，便去超市买酱油了。7点半左右，爸爸和奶奶已经回房睡觉了，我也越来越困，但想起妈妈还没回家，就给妈妈打电话。妈妈告诉我，她在超市遇见一个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，以前2人感情很好，决定去他家住一晚。我也没有多想，也睡下了。可是第2天我们醒来，妈妈还没回家，再给妈妈打电话，就一直是关机状态。全家人都很担心，爸爸坐轮椅不方便，奶奶腿脚不太好，就我一个人来警局报了警。妹妹，别担心，妈妈肯定不会有事的。我们先回家等警方调查结果，再想办法去找。回到家，咸鱼心事重重，他也非常担心妈妈，可是他还必须考虑其他2个可能性：一，妈妈是高级兽，发现她是觉醒者，故意引诱她出来；二，妈妈遇见的那个老同学是高级兽，他拘禁了妈妈，想把她引出来，一直等到下午5点，妹妹的电话响了，是警局打来的。警察通过调查监控初步断定，当事人在超市买完酱油，然后遇见一个中年女性，2人相谈甚欢，并坐上一辆出租车离开。车一直开到西京区的郊区，由于那里很多路口都没有监控，现在还不确定当事人在哪里下的车。不行，我要去找妈妈。我跟你一起去。爸，奶奶，你们留在家里等电话，我们出去找。不知不觉，时间来到22点30分，中途他们寻找了好几个废弃的地方都没有找到。眼看猩红潮汐要来了，咸鱼有点慌了。要不今天先这样，我们回家吧，明天我们再……对了，古家山庄本来要做成农家乐主题的度假山庄，结果烂尾了。妈妈有没有可能被藏在那？完全有可能啊，走去找找。10分钟后，3人来到古家山庄。咸鱼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23点整点，再过1个小时，猩红潮汐就要来了。高星星和王子凯会被苍道强制入睡。刚才在车上看在他好几次都差点睡过去的表现，非常符合迷失者或普通人类的表现。当然，不能完全排除妹妹是高级兽。走吧，进去找一下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3人检查完了所有房间。兄弟，还半小时就凌晨了，我一会要是抵抗不住睡美人的威力，是不是又得睡过去啊？完全有可能。那一会你来开车，不然我开一半睡着可就不妙了。哥，爸爸说警局那边还没有找到妈妈，妈妈不会被那个女人给害了吧？别胡思乱想，太晚了，我们这样盲目寻找没有意义，先回家吧。哥，你这就放弃了？不是放弃，是这样找下去也是徒劳。我不回家，要回你自己回。高星星，别胡闹了，现在情况够乱了，你就别添乱了，立刻回家。我没添乱，我一定要找到妈妈，没找到妈妈，我绝不回家。你在这等着，我把他追回来。咸鱼尽量以普通人的奔跑追了上去，不敢发动瞬移，他不想被高星星看见自己的天赋，毕竟不能100%确定他就是普通人类或迷失者。高星星，对不起，刚才是哥的不对，你出来吧，我们继续去找妈妈好不好？哥。星星，对不起，刚才是哥不好。哥，我好怕。房间里
有东西刚抓住了我。什么东西？警告，你正面临极度危险的处境，幸运点收益增幅至5000倍。妹妹，为什么？高星星没有回答他，他还是木着一张脸，双眼暗淡无光。等等，不对劲！眼前的女孩既不是自己的妹妹，也不像兽格觉醒的高星星，而且猩红潮汐还没到来，就算妹妹是高级兽，也没到觉醒时间。你是谁？想对我妹妹做什么？好敏锐啊，被你发现了。我名副，但照你们人类的礼数，你可以叫我父爷。父爷，你是望兽，但你们的说法，我属于观察者。你不是观察者，不会伤害人类。你们对我们有误解，我们无所谓伤害不伤害人类，我们只是在解题，仅仅是各自的解法不一样。果然跟左爷的说法一致，我母亲失踪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就是为了引我出现？哈哈，你母亲不会有事，你妹妹也不会有事。你想做什么？我要你做一件事，很简单，成为我妹妹的食物。白鹿，咸鱼，今晚你必须成为初雪的食物。凭什么？不要！求你，我求你，不要伤害她。我的答案是初雪，初雪不能死，你必须成为她的食物。为了实现这点，我将不择手段。我知道你很聪明，但是别耍花招。我的天赋是忘魂，我可以附身在所有比我精神力低的生物上，除非我主动离开，否则你绝对无法阻止我让你妹妹自杀。我给你10秒钟考虑时间。我答应你。哈哈，很好，很干脆。放心，我一定履行承诺，你不会白死。哈哈，很意外吗？我是望兽，但也是一个病症。咸鱼面无表情，一言不发。在决定成为初雪的食物后，他忽然间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。什么迷雾世界，什么望兽生兽死兽，什么中焉之门，跟他再无关系。原来他真正最想要的，不过是身边的所爱之人都能平平安安。为了这一点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一切，哪怕是生命。世界或许是虚假的，但爱是真实的。呵呵，黄警官，到头来我竟跟你一样。咸鱼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别耍花招，如果我妹妹活不了，你妹妹绝对也活不了。我说到做到。准备好了，来吧，我不会抵抗。咸鱼尽力了，这一次他真的想不出破局的办法。妹妹、妈妈都在他们手中，爸爸和奶奶说不定也有危险，还有他身边的朋友们。白鹿如果失去初雪，等于失去一切。一个失去一切的强大的疯子，势必会夺走他的一切来报复他。咸鱼只有一死，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妹妹、王子凯、青灵、黄警官、豆腐、罐头、灰熊、慢蛇、罗尼、九寒、朱雀。抱歉，名字念不完了。总之，所有人再见了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很高兴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咸鱼并不痛苦，只觉得很累，很想睡。很快，他就听不见任何声音，也失去了任何感觉。初雪，你干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自愿成为初雪的食物，我要死了。不要松手！松开我，你救不了我，你不掉我，好好活下去，这样我的家人和朋友也……不要！我不要你死！不要，绝对不要！一时间，咸鱼的浑身袭来剧痛，不知何时，他的半截身体已经沉入黑暗之中。松手，不然我们都会死！我不要！咸鱼已经说不出话，他的身体遭受着无数苍白之手的撕扯和凌迟，他失去了一切，就连痛感也失去了。好朋友绝不背叛，好朋友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！现实中，猩红潮汐刚刚降临，红月当空，血雾弥漫，初雪趴在咸鱼的身上。忽然间，他停止了进食。坚持住，让他吃完。这一次，初雪的身体没有动，他的意志在跟父爷的忘魂拉锯。初雪的身体开始颤抖，并且越来越剧烈。10几秒后，哈哈，我答对了，我的才是正确答案，我的才是啊。回来了，那个健康的、充满活力的妹妹又回来了。怎么可能？她竟然还活着，被鬼吃居然没死的猎物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。你醒了？我睡了多久？3天。3天？现在是猩红潮汐的倒数第2夜。我妹妹还有我朋友，放心，他们平安无事。对了，你是谁？村鬼团首领，不过我更喜欢大家长这个称呼。首领、大家长，你这样子当团宠还差不多吧？作为鬼团的大家长，我必须先跟你聊一聊。聊什么？要做我们鬼家的赘婿，就得遵守规则。第1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一定要守男的，婚前必须洁身自爱，婚后更不能在外头沾花惹草。等等，赘婿？对啊，臭小子，我警告你，我们鬼团只进不出，你休想把初雪拐走，想跟他在一起，你就必须入赘。我操！不是，春先生，
你误会了，我跟初雪只是朋友。鬼不需要朋友，只需要家人。既然你不打算加入鬼团，我也不能留你了。咸鱼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白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小子不做赘婿，你居然骗我，我可是一家之主。春大人，要是我不骗您，您怎么肯救他？谁也别想伤害咸鱼，春大人也不行。一个个的翅膀都硬了啊！春大人，这小子毕竟救了初雪的命，现在也算是半个鬼。即便他不加入我们，只要不与我们为敌，也不至于杀他。春再次看向咸鱼，心中一阵扼腕。的确，他能从这个觉醒者的身上闻到鬼的气息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，3天前白鹿把他扛回来时，他就当场杀了。本以为鬼团终于可以再添一名男丁，现在看来是自己一厢情愿了。春大人，您这是决定放过他了？看在初雪的份上，这次饶了他，下次再见就是敌人了。咸鱼，接下来我说的话，你给我认真听。初雪的确吃了你，但中途停止了，而你也奇迹般的活下来。对于鬼，对于猎物，这都是从没出现过的事。不过，你不要觉得是你自己命大，你真正能活下来的原因，是因为初雪体内的一部分诅咒流入了你的身体。诅咒？是的，诅咒让我们强大，给我们特殊的能力。当然，诅咒的代价也很严重，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征兆，随时可能要我们的命。如今你的体内拥有初雪的部分诅咒，好处是你可能会拥有诅咒的能力，变得更强；坏处是你可能也随时会死。我明白了，不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谁让我这个傻妹妹这么宝贝你呢？我们是好朋友，姐姐，你不会懂的。是，我不懂。咸鱼，天亮你就离开，今后就是敌人了。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活久点，毕竟初雪就指望你这张长期饭票了。我谢谢你啊，我天亮就走。天一亮，咸鱼就被惊蛰送走了。他第一时间赶往王子凯家，王子凯告诉咸鱼，他当时在卜家山庄，凌晨一到他就没能抵御睡美人的诅咒，在车上睡着了。醒来时发现高星星正睡在副驾驶，但咸鱼不见了。王子凯毕竟跟咸鱼打过无数次配合，他心想咸鱼肯定是去执行什么任务，于是王子凯随便帮咸鱼扯了个火，骗过了高星星。高星星自己也是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只记得昨晚自己赌气冲到了山脚下，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王子凯开车送高星星回家的路上，高星星接到爸爸的来电，爸爸开心地告诉高星星，他妈妈联系上了，并不是绑架，只是虚惊一场。1小时后，咸鱼来到白虎酒店，他看着黑压压100多号人，纷纷注视着他，像是在迎接什么重要宾客。事实上，失联3天的七影安全回来，对觉醒者们的意义重大。要知道，如果连麒麟公会的七影长老都在外面遇害了，足以证明他遇到了可怕的敌人，这很可能是重大危机的前兆。七影，我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身体，排除你是半人的可能性，不建议吧？好。3天前你受了重伤，差点死去。是的。发生了什么？我碰见了鬼团，但我活了下来，逃走了。你现在这种情况，我无法确定你还是不是之前的七影，很抱歉，我可能得拘禁你。能理解，但是就没别的办法证明我的身份了吗？你们谁能证明他的身份？我呢？他的气味中没有贪兽的气息，他不是半人。好，欢迎归队。咸鱼也暗暗松了口气，毕竟他体内还有初雪的诅咒之力，看样子小丑无法分辨出这个。凌晨，红月准时出现，血雾接踵而来，猩红潮汐最后一夜正式来临。七影长老，柳青莹声音酥软柔媚，这一声喊下来，身边人都愣住了，不自觉地被老板娘给吸引住。嗨，各位，我先走了。卧槽，这个灰熊怎么回事啊？该识趣的时候不识趣，不用识趣的时候给我来这一套，故意陷我于奇怪的八卦中是吧？走了。好久不见啊，柳老板，有话就直说吧。今晚小心一个人。谁？我知道了。告辞。我是青云，等猩红潮汐结束，我们3人一起吃火锅吧。这姑娘搞什么呀？半夜发信息，会吓死人的呀！七影，过来一下，紧急会议。我刚小试了一会，我又看到了，就今晚很多人会死。有看到具体线索吗？梦太短了，不过我好像看到了一根巨大的红色光柱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不是巡逻小队发现什么了？戴上望远镜，上楼顶就知道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看上去有点邪门啊！就是他，我在梦中看到的血柱。他们好像在进行某种灾难仪式。虽然不清楚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，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去阻止。
青龙族在，立刻带队前往东边，不惜一切代价破坏那颗血柱以及跟他有关的一切。斗狐族在，你带队前往南边，任务同上。没问题。朱雀族在，你带队前往北边，任务同上。明白。七影族在，你带队前往西边。明白。龙 X 白虎，我们留下保护后勤部，防止敌人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。为生存而战，为生存而战，为生存而战，为生存而战。凌晨3点26分，白虎酒店内急速驶出10几辆越野车，分别开往东南西北4个方向。任务是破坏血柱，阻止可能出现的灾难仪式。2车一切正常，3车一切正常。收到，1车一切正常。队长，我刚在地图上看了，那个红色光柱应该是在西京区的西郊公园。灰熊，多久能到？我尽量半小时内赶到。小心！队长，还有10分钟能到地方。注意，还有10分钟抵达目的地。收到。队长，我们一定能赢，对不对？青龙脸上没有表情，心中十分意外，就连往日那个自信爆棚的四红，今天也变得不安了。竟然是听天命。队长，关下麦，聊2句私事。那个小丑靠不住，别太相信他。怎么？听说小丑觉醒前是个诈骗犯，坐过牢，而且他本来是百川团4小组的副组长，3年前一次任务中，4小组组长离奇死亡，他才当上组长。这个人小心。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带蒙阳出来。蒙阳虽然小，但天赋很有用，有他和死猪在，我心里更有底。可是，兔子，你真认为今晚的战斗有人能幸免吗？如果我们都死了，蒙阳一个人躲起来就能活下去吗？白兔不再说话，道理他都知道，可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。蒙阳才多大呀，就得被迫参与这种级别的任务，这一次战斗肯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凶险和绝望。大家小心，敌人来了。是继承者。浆糊，再快点，快到了。朱雀长老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我拒绝。长老你，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，你问吧。当时我成了那个样子，人不人鬼不鬼，还拒绝跟任何人交流，天赋也失灵了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其实我以前有过一个弟弟，我很爱他，可是因为一场意外，我失去了他。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把你当成了我的弟弟，发誓要照顾你一辈子。浆糊愣住，眼角微微泛红，刚想说话。你是不是想听这样的故事？长老你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小胡啊，让你失望了。姐当初救你只是单纯好奇，一个觉醒者在受到巨大打击下竟然会暂时失去天赋，这情况之前从没遇见过，所以了，我每天照顾你，观察你，这只是我的工作呀。原来如此。唉，小胡啊，你现在的行为在心理学上叫移情。你觉醒后不得不杀死曾经深爱的继父，你痛苦、愧疚、孤独，这份感情不找到寄托就活不下去，而我刚好出现，于是你把这些感情转移到我身上，仅此而已。朱雀长老，你不用觉得有什么负担，我把你当亲人，你还是可以把我当下属，甚至一个工具人，无所谓，我不在乎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浆糊，你误会了，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伤你的心，而是想告诉你，人是很坚强的生物，即便我不在了，即便某天你又变回孤独一个人，也要好好活下去。我的话听进去了没？遵命。嗨嗨，非常感人的场面，我们全车人都被迫听完了，下次记得关麦啊。卧槽，太社死了，我居然忘了关麦。队长，快看，下车，进入战斗状态。快破坏他们！嘿嘿，就这样结束了。搞什么嘛，我还以为很厉。赤血，别动！赤血还是僵在原地，睁大的眼珠子流出了一滴惊恐而绝望的泪。队长，全是年轻力壮的杀伐者，准备战斗！上！隐身！
我耶！寸劲触发，弱点触发。去支援，我需要支援。搞什么？哪个觉醒者脑子有坑，用水球这么儿戏的玩意当武器啊？被水球击中的杀伐者，他们并未意识到，他们的动作明显慢下来了，就像是被人开了4倍以上的慢跑。我耶！3条，畜生！老七，我的手啊！老七，原本跟罐头一起隐身的脸丁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3只杀伐者立刻察觉到罐头隐身的大概位置，快跑！所有人趴下！趴下！快趴下！空间7格。玉溪，我没事了，快去救3条。他被穿心了，没用了。老七，我知道你跟3条形同手足，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，振作起来，我们还要给3条报仇。对，报仇，一定要报仇！我要杀光这群畜生！敌人只有一个，大喊江要来了！报上姓名。麒麟公会，青龙，你又是谁？望寿，至暗者，金爷。来吧。原来青龙就是你呀！老夫早想跟你打一场了，可惜啊！老夫今晚要找的人不是你。康，金爷像一发炮弹拔地而起，瞬间消失不见，只留下脚下一个严重皲裂和下陷的入坑。除青龙外的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震撼住。队长，追吗？他是冲着白虎酒店去的，别管他，我们继续执行任务。可是，放心，这个金爷的确很强，他还不是会长的对手。被动挨打不是我的风格，歌姬准备唱歌。是。死猪，你留在原地，配合泼猴，保护好骏马蒙阳歌姬。好，没问题。黄牛，最远的敌人交给你。明白。白兔、青蛇，我们解决4周的寄宿者。好。我们做什么？你们自由发挥，优先保命。准备。歌姬的歌声温柔空灵，又带着一丝奇异而魅惑的松弛属性，犹如温柔的风，轻轻吹拂着每一只兽。不到10秒，精神力较弱的兽已经无声倒下，而精神较强的兽注意力也变得涣散起来。跳跃。3分钟后，对有些人而言很漫长，比如胖俊和蒙阳，但对咔咔乱杀的斗，他觉得自己才热了个身。搞定，继续赶路。真是太强了。虽然黄连不觉得这场遭遇战会很难应对，但是短短3分钟内斩杀近50只高级兽，其中包括不少强悍的寄宿者，还是零战损，这实在是过于恐怖。那一刻，黄连忽然间对今晚的大决战多了一丝信心。或许很多人会在今晚死去，包括我自己，但是人类不会轻易灭亡。大哥，站住！朱雀长老，救他！唉，他死了。不可能！不，敌人来了，8点钟方向，还有30米到达。青草已经发动昆王，让脚下的昆虫帮自己搜查敌人的位置，已经得到了准确的反馈。小心退后。至暗者，姓苗，无名，能力万花，懂礼貌的年轻人都叫我苗婆婆。等价交换。去死吧！哼！这就赢了。是替身，救我！小姑娘，别怕死，美丽才是永恒的。青草，石化，劝开。苗婆婆苍老的脸庞狠狠一颤，瞬间感受到致命的精神侵袭钻入她的眼中，并霸占了她的大脑，几乎让她的意志消弭。哼！小心！队长，牵制住他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只能用那一招了吗？无色，建议之后1个月都昏迷不行吗？只要能杀了这个臭老太婆，别说1个月，1年都行。好。
等价交换。一瞬间，无色感觉自己大脑中的精神力在疯狂的尖叫，就像沸腾的开水。他们进入了癫狂却无比强大的状态。实话全开。这一刻，就连身边的朱雀也感受到空气之中的扭曲张力，那是极强的精神力外溢的表现。哼，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！小心！嘿嘿，你上当了！等价交换，全开！朱雀落地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这种状态最多持续30秒。天赋等价交换，序列时最强生命系能力机制颇为复杂。首先是4种主动机制：一、以透支身体未来的状态为代价，短时间内强化身体当下的状态；二、给自己和别人治疗，透支的是朱雀本人的状态；三、审问尸体，透支的也是朱雀本人的状态；四、复活尸体，一次性透支朱雀本人的全部状态。等于说，之后的1年，朱雀都会陷入深度昏迷，成为植物人。还有2种被动机制：一、身体拥有强效恢复能力；二、身体状态可以储存，最大额度为12个月。让我们一起化身永恒之美吧！不好，他想同归于尽。浆糊邀请成功。庄家序列号12，最强辅助系，只需要定身敌人5秒钟，并与敌人保持10米以内的距离，就可以将任何敌人拉入庄家的领域内，且强制进行5次博弈。庄家可任意制定规则，且拥有51%的胜率。这一招对付同等实力的敌人十分鸡肋，但对付实力悬殊的敌人却有奇效。第一局赌硬币，筹码左手，请下注。苗婆婆冷冷地看着浆糊，没有回答他。她想立刻杀掉浆糊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无论如何也动弹不了。两人中间出现一枚能量状的巨大硬币，她疯狂旋转了几秒。玩家弃权，庄家赢。第二局赌硬币，筹码右手，请下注。正面。苗婆婆已经清楚自己绝对无法反抗规则，只能加入。这就是庄家嘛，有趣，再来。第三局赌硬币，筹码左废，请下注。正面。浆糊。朱雀站在庄家的结界空间外，全程目睹，心急如焚。没事，没事的。修复浆糊的肺部只需要4个月的储存状态，我目前的储存状态还够用。嘿嘿，继续。来，继续。苗婆婆不再畏惧，原本她就打算跟所有人一起葬身花海，化为刹那而永恒的美。现在她把一切交给了真正的命运，这样的死法或许更适合望寿。第四局赌硬币，筹码双眼，请下注。正面。呵呵，又输了。最后一局。小伙子，继续呀！我能感觉到你在害怕。最后一把了，你可要赌大一点啊！只要你杀不死我，我还是可以跟所有人同归于尽。来吧，我们赌命吧，心脏或者脑袋，这样才能救你的同伴啊！到底是你赢，还是大家一起死？让我们交给命运吧。浆糊，别听他的，我们可以赢，剩下的交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打败他。浆糊朝朱雀笑了笑，他知道朱雀在撒谎，赢不了的。只要苗没死，庄家的结界一旦消失，他会立刻跟所有人同归于尽。不行，快停止！停下，这是命令。浆糊，这是我的命令。臭老太婆，你未免太小瞧庄家了。最后一局赌硬币，赌注心脏，请下注。正面。强行终止，没收所有筹码。你做了什么？哈哈，我可是庄家，只要表现形式是公平的，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。最后一局作废，没收所有筹码，很公平啊。苗婆婆不再说话，她已经明白了，浆糊这是要拉着她同归于尽。浆糊缓缓抬头，看向朱雀，眼中是万般的不舍。姐姐，再见了。浆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啊？以前也是，现在也是。你总是那么淘气，总是不肯听我的话。不，我不会让你死，小胡，你等着，姐姐马上救你。朱雀知道浆糊的心脏已经彻底破坏，他也知道自己储存的生命能量已经不够，他更知道即便搭上自己这条生命，也未必能救回浆糊。可他不在乎，连自己弟弟都保护不了的人，算什么姐姐啊？等价交换。忽然间，朱雀脖子一凉，被针扎了一下。2秒后，他浑身一软，失去了意识。身后，赤峰满脸泪水和歉意，
他刚给朱雀注入了一种麻痹毒素，不致命，但会让他休克过去。对不起，朱雀长老，我不能看着你做傻事。活着的人还需要你。凌晨4点10分，东域区新墓园，青龙族赶到了血柱的现场。青龙没让其他人动手，亲自过去打出认真的蓄力一拳，彻底将祭坛摧毁。与此同时，上百只不同类型的高级兽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青龙族无法逃离，被迫迎战。惨烈的战斗持续了20分钟，青龙的9名部下阵亡1人，重伤1人，轻伤1人；小丑的部下阵亡5人，重伤2人，轻伤1人。把同伴们的尸体都带回，准备战斗，不要留情。光芒万丈。几秒后，被劈成2半的木偶竟然自动拼接好，又站了起来。没用的，必须彻底摧毁。可恶！我闻到旺兽的气味了，3点钟方向。青龙定睛一看，3点钟方向的10几只木偶中，确实有一只木偶不太一样。青龙立刻有了推断，想要同时控制上百个木偶尸体作战，主人自己也必须在场，远程操控是不可能办到。哼！一瞬间，广场上的所有木偶全部散架，变成了大大小小的一地零件。结束了吗？刚想松口气的青龙猛然一怔，他的身体之上已经悄无声息地缠绕了无数根细线，这些细线的另一端正连接着所有木偶的零件。糟了，这是陷阱！青龙长老，四红举起巨剑，剑刃之上的能量四溢，这一剑足以摧毁木偶球，帮青龙逃离出来。小丑，你不能让你阻止木偶葬，否则我没胜算了。你不是小丑。哈哈，这按着鱼能力忘偶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青龙，解决掉青龙就等于赢得了胜利。鱼早就知道青龙的存在，也对青龙的天赋有所了解。鱼知道，如果一次杀不死青龙，就永远不是对手，而如果正面对决，鱼没什么胜算。木偶葬神。其实战斗一开始，小丑就趁乱伪装成木偶，成功隐藏起来。他想要偷偷找出鱼，却没想到鱼变成自己，骗了青龙，并偷袭了四红。小丑没有上前阻止，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有限，他是只有一次机会的刺客，找不到最好的时机，绝不会贸然靠近，哪怕同伴们不断在牺牲，哪怕四红被鱼背刺。哈哈，你就是小丑啊，至少要杀了你呀！妹妹，哥哥努力活到了最后1秒，现在终于能来见你了。木偶葬。几秒后，强光消失，原本困住鱼和小丑的木偶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型木偶，它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毫无生命力的死物。四红，小丑。这时，青龙发现地上掉落了一个黑色钱包，里面夹着一张照片。哥，这辈子拖累了你，只能下辈子再还。你出来后不要自责，也不要恨这个世界，好好活下去。爱你的妹妹。小心，进入战斗状态。嘿！老谢，律己。是暗者。喂，忘认。魏爷，大家无冤无仇的，不一定非要打吧？要不算了，我们离开这里便是。被杀死2个同伴，死猪也被重创了。虎叔居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和谈，这说明眼前的望兽极度危险。虎叔也没信心打赢，他只是不想再牺牲更多人。你们死或我死，那就是没得谈了。哼！斗虎心中一惊，论持久力，斗虎不如战士，但论短时内的爆发力，斗虎自信不输任何人。可这个较威的望兽稳稳地接住了他这一刀，并且看起来似乎还游刃有余。这就是望兽的实力吗？强的有些离谱啊！不远处传来歌姬轻柔空灵的歌声，他发动了5级安魂曲。斗虎明显感觉出魏的刀松懈了1分，但也仅仅是1分。1秒后，魏的刀爆发出更强劲的力量，用力震开斗虎。接着他以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向歌姬挥出一刀。时空转换。为什么？究竟哪出了问题？古南不知自己为何而死，因为他的肉眼根本没有发现。魏在震开斗虎的瞬间，朝着歌姬的方向连续挥出了2刀。
哼！果真恐怖。卧槽，不愧是我花600金乌币买的机械臂啊，牛批啊，质量就是好，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超能力啊。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，就算最终获得胜利，同伴的折损也会过半。杀人专家，濒死状态，全开！速度好快，难道他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？哼！豆虎捂住伤口，无法再战。断臂对豆虎来说并非致命伤，但胸口处自残的伤已经非常严重，再强行战斗会危及心脏，必死无疑。跳跃。哼，去死吧！电鼠及时出现，替青灵挡下了这一刀，因为他是全场唯一一个全程留意青灵的人，在这之前迅速做出预判，并以他平生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青灵身边。如果可以帅气的抱走青灵，来一个皆大欢喜的英雄救美，他当然100个愿意。可他没这个能力，光是及时赶到青灵跟前，他就已经拼尽了全力。这一刻，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能。这一刻，他才知道，好男人不该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。这种潇洒的话，不是谁都有资格说。这一刻，他才接受，原来自己真的不是主角。我可以摸下你的手吗？这就是女孩的手吗？软软的，滑滑的，好舒服。一瞬间，青灵的2把刀刃冒出一股妖邪的蓝色刀气，青灵的双眼也流动着淡蓝色的光泽，那是能量外溢的表情。这一刻，刀神突破6级，领悟双刀流。两人早已进入万物境界，万事万物都不停摆。黄警官缓缓放下枪，黄连泼猴和其他人也放弃助战的想法，就连歌姬也停止了歌声，生怕干扰到青灵。此刻，青灵和魏已经跟死神签下生死契，再无后路，究竟是谁生谁死？不过在一瞬间，其他人只能等待结果。5分钟后，豆虎在蒙阳和胖俊的双重治疗下，已经缓上一口气。但这一刻，他很清楚，已经不需要自己出场。再过10秒，不，7秒，胜负就会分出来。青灵是他带过最好的学生，就连他的刀法也越来越像豆虎了。鬼马死了，电鼠也死了，之后还会有更多人死去，我也可能会死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停下，后浪继续赶路。总有一天，大家要在这个迷雾世界走出一条路。最终，魏双膝跪地，低下头，无声的死去，直到生命最后一秒，他也没有倒下。他是敌人，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刀客。电鼠，去年你生日，想要我送你一个拥抱，我拒绝了，对不起啊，我真小气，我现在不给你。你这个老色批，我真的特别嫌弃你，可是你别死啊，你死了以后我还能吐槽谁呀？黄连这边也有3位同伴离开，他们分别是老谢、古南、绿锦。其中老谢的儿子才出生1周，古南的女朋友才答应他的求婚。至于绿锦，今天是他的36岁生日，他出发前甚至没来得及吃上一口蛋糕。我耶！队长，任务完成了。理论上是的。赶紧回去吧，我总觉得这是他们的调虎离山计，感觉敌人的目标是总部。小心，散开！大家小心，敌人来了！你们终于来了。你是望寿，是暗者。我姓童，没有名字，我年纪最小，大家都叫我童童。我的天赋是妄念。看着像个小姑娘，说话的声音这么苍老，你想做什么？哥哥姐姐们，来跳舞吧！顿时之间，咸鱼四周的空间变得窒重而压抑，天地开始扭曲，他的呼吸也变得不顺畅。其他人同样感受到了被强大念力包围的压迫。小心！暗蛇心脏一紧，顿时感到一股强大的念力朝自己袭来。无论自己如何用力，匕首始终无法再靠近同一寸。哥哥，不可以坏坏哟！不准欺负我！
不要！楚风是柳丁的男友，他之前悄悄隐藏在旋转木马后面，打算对童发动偷袭，却没料到童打算杀死九寒的念力波及到旋转木马。虽然楚风立刻跳走，还是晚了一步。不行，必须速战速决，否则所有人都会死在这。罗尼，看准机会。明白。使用复制，复制成功。你们欺负人，我要杀了你们！不行，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死。难听死了！哼！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！队长，你不能死，我和西人的梦想交给你了。不，罗尼，别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，要去中烟之门就自己去，我才不要再背负这种沉重的枷锁，我已经背负的够多了。罗尼仰起头，将身体的所有能量倾注在胸腔之中，然后通过喉咙爆发了出来。那一刻，罗尼的混乱升到5级，对敌人造成150%的混乱效果，对队友造成70%的混乱效果。别叫了，吵死了，吵死了！2秒后，红的念力开始反复，这一次他收回了周身的所有念，针对性的反复向声音的源头。不要小瞧我们了。红愣住，他忽然感觉身体变得迟缓，整个世界似乎都变慢了。原来柳丁的血液中带有缓慢毒素，目标只要被他的血液触碰到，行动力会变得异常缓慢。刚才就是他和绿茶打出来的完美配合。队长，我替罗尼报仇了。是的，做得好。可是为什么还是好难过？罐头，复仇是必须做的事，但复仇改变不了什么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要离开我！你答应过我，我会比我先死的。你起来，给我起来啊！1分钟后，5组的人都站在那一地血泊前，大家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沉默。那一刻，所有人的耳边似乎都响起了那句永远不同声的口号：祝射击顺利。凌晨4点25分，白虎酒店，龙、麒麟、李某人、X、白虎5人待在休息室的落地窗前很久了，距离南边最后一束红色光柱消失已经过去快半小时。这段时间，同伴牺牲的消息陆续传来，4个小组都遭遇到强敌，艰难地赢下了战争。这不是成功了吗？早知道这么简单，我就不来了。呵呵，果然不会这么简单。是莉莉娅，竟然是她！白虎，巨大的爆炸过后，尽管酒店的几层楼都被死光融化，但绝对防御的空间却固若金汤。它仍悬浮在原本的位置，像一个半透明的飞船。飞船内部的所有人都毫发无损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天赋的具体能力，但我知道这种不讲道理的绝对防御状态不可能维持多久。白虎，快带大家离开。明白。龙 ，X 准备上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走去会会他。莉莉娅没有去追白虎，她很清楚自己真正的对手是龙和麒麟，逃走的不过是些蝼蚁。她缓缓降落到了地面，双方都没有急着出手，静静地观察着对方，对峙了将近1分钟。我说还打不打了？不打我回去睡觉了。谁先动手，谁逼格就降下来了。X， 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竟然不懂？我们一定要打吗？是。以往的猩红潮汐不也相安无事吗？该答题了。你也是觉醒者，为什么要背叛人类？因为做人类不快乐啊！3人皆是一惊，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是这样，说的真诚又轻巧，还透着一股荒诞感。你现在究竟是什么？按你们的说法，我属于半人，但不是被寄宿者夺舍的低级半人。我是望兽和觉醒者的结合体，身与灵的真正融合。我是钟，也是莉莉娅。一时间，麒麟恍然大悟，钟是望兽，莉莉娅是觉醒者。现在的莉莉娅既是望兽又是觉醒者，或者说既不是望兽也不是觉醒者，所以苍道不再能约束他。你完全违背了苍道，就不怕受到惩罚吗？苍道又如何？我有更重要的使命，那就是清除所有人类。这就是钟的答案。不巧啊，我还想活久点，打开中焰之门瞧一瞧。既然谈崩了，那就开打吧。善了。
空白。去死吧！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不对，这是幻觉。现实中，在麒麟说出上了2个字的前一秒，他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对莉莉娅发动了幻术。虽然莉莉娅在幻术中跟3人激烈的战斗了将近1分钟，可现实中只仅仅过去了2秒。但是太迟了，这宝贵的2秒已经让龙成功发动天赋并锁定目标。辛苦了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主宰降临，众生臣服。这是开天辟地，混沌初开。审判开始。冷峻荒凉的大地上，巨大的铁链分别吊着莉莉娅的2只手臂，一股无形的力量迫使她低头下跪，但她不肯屈服，仍保持着站立姿势。语录。莉莉娅痛苦哀嚎，除了无条件的承受这凌迟之苦，她什么也做不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微雨终于停止。莉莉娅撑过了第1场审判，龙面无表情。莉莉娅能撑过第1关，完全在她预料之中。雷鸣。莉莉娅抬起头，惊讶地发现周身的世界又发生了变化，天空出现滚滚的黑色乌云，大地之上已不再是荒芜一片。痛楚贯彻莉莉娅的天灵盖，接着传遍全身，再从脚底散开。莉莉娅的生命本质再次遭受到重创，她痛苦的叫喊声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。这一次，她感觉再也支撑不住，忍不住要下跪，但她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告诫她，如果她下跪臣服，迎接她的就是彻底的消灭。神创世经历的苦难也不过如此啊。龙还是一副慵懒的姿态，并没表示出太多意外。能撑过第2关的人有，但不多。龙这一生遇到的对手当中，从没人能撑过第3道审判。事实上，只有3级主宰的龙发动第3道审判已是极限。四海。长老，我们安全了吗？暂时安全了，我已经给金龙组和斗虎组发了信号，他们正在赶来的。白虎小心，敌人来了！至暗者金爷望权，你报上姓名。麒麟公会白虎。你就是白虎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找我？对，终让我杀你。想不到我竟然这么重要，汪兽们还专门派了一个强者来杀我。速速受死！我赶时间，杀了你，再杀光你身后的人，我再去找青龙，他才配当我的对手。你们哪也别去，站我身后。嘿！我倒要看看你能接我几拳。招了。别瞧不起人。我这个球守得还不错嘛。之前抵御莉莉娅的攻击，开启绝对防御已经消耗白虎巨大的能量。刚才跟金爷的一番较量更是严重透支。继续，来继续。该死，青龙和斗虎怎么来的这么慢啊？白虎双手握拳交叉在胸前，能量幻化出的金色屏障已经明显没有之前的厚。这次金爷使出了全力，原本他打算保存实力跟青龙决一死战，现在看来他小瞧了这个白虎。真没想到啊，只是单纯的进攻一个沙袋，也能打得如此过瘾。白虎一步一步往后退，体内的能量早已透支殆尽。这一次，他在燃烧生命。好累，好痛，好煎熬啊！还有多久？为什么比赛结束的哨声还不结束？这个球门，我真的要守不住了。可是我身后可是站着几十条人命啊，这当中还有老人、妇女和小孩，他们都指望着我啊。可是对不起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事实上，已经打出上万拳的金爷也到了强弩之末。金爷的心中无比遗憾，哪怕再早个20年，他都会打得更尽兴，杀掉这个白虎。他还有力气再杀一个青龙，可现在对付一个白虎就用掉了他80%的功力。岁月无情催人老啊！白虎长老，白虎七窍流血，已经听不见身后传来的声音。在他将死之际，一道强劲的风刮过。还是来晚了。老白，我守住了球门。
同一时间，白虎酒店大楼下的广场上，麒麟和 X 守在一个球体前，这个球体正是龙的天赋主宰展开的领域，里面的空间和时间是无限的。在这个领域中，龙就是万物主宰，目标一旦进入领域，不可能离开。结局只有3种：1. 目标接受审判并死于审判； 2. 目标接受审判并活下来； 3. 龙对目标的审判被强行终止。这是可以做到的，而且非常轻易，只需外面有人对领域外部进行破坏即可。领域的外部脆弱的像是一只蛋壳，甚至经不起一块小石子的撞击。麒麟和 X 站在外面，以防意外发生。突然，一直沉默的 X 脸色微微一愣，似乎感应到了什么。龙能杀死他吗？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的能力。序列1主宰应该是最强神迹系，这名字可真酷啊！麒麟没有接话，他还看着眼前的领域，微微出神。他已经开始预想今后可能跟龙发生冲突的情况。龙的天赋的确可怕，但发动主宰需要2秒时间。对我来说，2秒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。真要打起来，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。麒麟缓缓低下头，不知何时 ，X 的毒素之风凝聚成了一把小巧的匕首，插进了麒麟的后背，并且从前胸贯穿。为什么？别怪我，大家都有自己的道路，选择了就不能回头。嘿嘿 ，X 伸出手，又用毒素之风凝聚成了一把匕首，他要中断龙的审判，救下莉莉娅。是幻术。你果然背叛了人类。你什么时候？你不会以为我需要直视你才能发动幻术吧？另外，我还能感受到身边人的情绪起伏，哪怕非常轻微。我们身边分明没有敌人，你却忽然动了杀机，只能是冲着我来的。当然，也多亏七影的提醒，出发前他让我小心防范你，我便多留了个心眼。好，可惜啊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你为什么要背叛人类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，既然选择了，跪着也要走完啊！忽然间，麒麟感觉到气场不太对劲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看到龙的领域球的表面出现了裂痕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刺穿了你的心脏，你为什么还有能力发动毒素之风？嘿嘿，麒麟，我刚刚是替你可惜啊，你差一点就成功了。你竟然是寄生者？没错，我身上有寄生者，我有2颗心脏。你果然与兽为伍了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佐爷的使命啊，你不会明白的。麒麟，一切都是局，从李某人预言到你们觉醒者的命运，不，从更早开始，你们就在棋局中了。只是我也是在你们来纽尔代夫找上我的那天，才决定好自己要走的道路。就在刚才，最后一个祭品白狐也死了，我在他身上留下了契约，我可以感受得到。麒麟，好好看着，接下来将是改变世界的一刻。另外，再告诉你一件事吧，这才是符文回路真正的使用方法。一瞬间，毒素符文回路在 X 的手中融化，化为一股液态的黑色能量，钻进他的躯体当中。7级瘟疫骑士与毒素符文回路的能量完美共振，从而达到真正的满级8级，触发最强毒素天赋地狱之毒。地狱之毒发动。4道毒素能量朝着4个方向飞去，自动寻找着已经将生命和灵魂献给地狱的祭品。他们分别是死去的白虎、罗尼、电水、小丑。一场真正的瘟疫已经降临，并在所有的觉醒者体内发生了作用。你做了什么？10分钟内，所有觉醒者都会死于地狱之毒。佐爷的答案就是杀死除我之外的所有觉醒者，再度决心的觉醒者出现，这样我迟早能领悟所有天赋，成为最接近神的存在，然后我就有能力打开中烟之门。打开中烟之门之后要做什么？佐爷的答案止步于打开中烟之门，他相信这之后已经成神的我自然会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，世界的命运又该如何发展。起初 X 并不认同佐爷的极端道路，直到猩红潮汐来临前，3大组织派代表找上他，告诉他李某人的预言，并希望他加入。那一刻 X 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，他就是那最后一块最关键的拼图，他将决定命运的齿轮是否启动。接下来 X 正式成为佐爷的同伙，他骗咸鱼一行人，说有浮动，最终所有人都自愿进入佐爷的望境之中。游戏开始，契约生效，胜负未分，永不结束。其实游戏本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玩家们以赌上生死的决心，自愿跟 X 签订契约。X 作为白狼王和狼同伴们刀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在完成签约仪式。罗尼、电鼠、小丑、白虎这4人都是被狼人刀死的玩家，都跟 X 签订了契约，直到望兽们顺利把4个祭品全部杀死。那一刻他知道佐爷为他安排的成神之路成功了。我将成神，所以你不惜跟望兽合作。中的答案是杀死所有人类和觉醒者，我的目标是杀死所有觉醒者，我们不过是互相利用。你背叛了人类，也不可能被受接纳，所以我才说啊，我将成神。佐爷那老头子替我选择了一条特别孤独的道路啊。
不对，不是那老头子的选择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我一直想走这条路啊，我只是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家人、不需要朋友、不需要同类的怪胎。现在，真当我迈出这一步，我才明白，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。我将成神，再是神。好险啊！没有 X 的救援，我恐怕是活不下来了。看来选择跟 X 联手是正确的。望寿的恢复能力很快，不需要1分钟，莉莉娅就可以恢复到6-7成。事实上，也没有什么敌人了。X 的地狱之毒即将杀死每一个觉醒者，他们赢了。看来还是我们技高一筹啊！我的同伴都死了。我曾经的同伴也马上要死了。接下来就是清除所有人类了。请便。天哪，都干了些什么？七影，你为什么没事？我知道了，你也不再是纯粹的觉醒者了啊。这人被穿心了，讲话竟然如此流畅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将死之人啊！咸鱼刚赶到不久，他并不清楚 X 体内拥有寄生者。猛然间，咸鱼感到一阵诡异的黑风正悄无声息地朝自己包围过来。瞬移！跟我一样的存在必须清除，否则我的成神之路会有竞争者啊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呵呵，别争了，你现在也不是纯粹的觉醒者了吧？否则你已经中毒了。你体内没有寄生者，但是有鬼的气息。什么？还可以这样？不清楚。既然觉醒者跟兽可以躲过苍道进行融合，觉醒者跟鬼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也是有可能的。我明白了，我之所以幸运，是因为我体内有出血的诅咒。有意思，杀了他吧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总算是赶上了呀。眼前这个女人看着有几分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齐颖老师，才几天没见就不认识我了？你是怀伟？我现在叫酒鬼，玄门创始人之一。18岁的我太弱了，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10年。咸鱼又惊又喜，胸前涌起一股暖流。此刻的怀伟已经28岁，这是他生命中最强的阶段。他知道今天非常关键，因此特意赶过来帮自己。对咸鱼而言，两人分别不过10天，可对于怀伟而言，彼此已经阔别10年。酒鬼，现在的情况是，除了我以外的觉醒者都中了 X 的毒，必须立刻杀了他，说不定大家还有救。我会中毒吗？应该不会，你当时还没穿越过来。明白了。那女人太强，我们不是对手，先一起对付 X。他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交给我。时空幽灵。骤然间，整个领域内的时间变得缓慢无比，犹如被摁下慢放键。莉莉娅的速度变慢了3倍。空间缝隙开。快，我只能关他2分钟。咸鱼已经明白酒鬼的意思，2分钟内必须杀死 X， 否则他们必输无疑。X 原地不动，眼神微紧。地狱之毒那一招耗费了他巨大的能量。事实上，那一招并没结束，还在进行中，至少还要5分钟才能吞噬掉所有觉醒者体内的能量。但如果这5分钟内 X 死了，仪式将中断，觉醒者体内的地狱之毒也将停止蚕食能量，功亏一篑。没想到啊，成神之路的第一天竟如此狼狈。出来吧！他是寄生者。快追！他想拖延时间。上来！不愧是齐颖老师，哪怕我现在大你10岁，还是好崇拜你啊！瞬移！怎么会这么快？并非咸鱼变快了，而是 X 变慢了。当咸鱼背着酒鬼跟 X 拉近距离时，酒鬼立刻发动时空幽灵，被领域笼罩的 X 速度立刻慢了整整3倍。嘿嘿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心脏。火焰！在酒鬼的领域内，咸鱼每焚烧 X 1秒，就等于是3倍伤害。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？左爷，你好像搞错人了啊！原来我不是命运选中的人，原来要成神的人不是我啊！好恨啊，好不甘心啊！都是命，你赢不了的。癫狂的笑声戛然而止。X 死了，咸鱼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，反而越发沉重。他听懂了 X 的话，从李某人预言猩红潮汐的到来，直至他们觉醒者至今所做的一切，似乎都在促成预言中的命运。他们的反抗也是命运的一部分。齐颖老师，他来了。齐颖老师，抱歉，不能和你并肩作战了，时空穿越到极限了。咸鱼一惊，没想到穿越的时间这么短，细想一下又很合理。时空穿越本身就要耗费酒鬼巨大的能量，刚才酒鬼又使用同样极其耗费能量的时空裂缝，因此他体内的能量已经不足以让他继续停留在这个时空。这10年发生了好多事，真想和老师好好聊聊啊。我这10天也发生了很多事。齐颖老师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对不对？
还能再见面吗？现在的我要如何战胜眼前的强敌？我跟莉莉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。一定能。再见。洪峰是你什么人？为什么叫你姐姐？在我们都还是人类时，我们以姐弟相称，很多试验品都死了，只有我跟他活了下来。为了促成我和中的完美融合，洪峰献祭了自己的一半灵魂，不过他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，就是你的爆炸天赋。是的，不过我也并不需要爆炸，因为我有剧烈4元素精灵最强元素系天赋。不过爆炸自然也是可以的。结束了。烟雨藏。咸鱼，我来了。初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你啊，好朋友，要有始有终，嘿嘿嘿。另一边，正在对付莉莉娅的白鹿，可就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了。他操控着水珠埋葬莉莉娅，丝毫不敢松懈。一开始，初雪要来帮咸鱼，白鹿是极力反对的。鬼跟兽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可他又拗不过妹妹，而且如果咸鱼死了，妹妹今后的食物也是个问题。春大人也很关注今晚的事情，一直派惊蛰暗中了解情况。当他得知望兽想要一起杀死所有觉醒者和普通人类时，春再也坐不住了。觉醒者可是鬼的食物，砸人饭碗，如杀人父母。春大人一声令下，于是鬼团参与了这场战斗。双龙戏珠。没用的，我有元素符文，任何元素攻击都对我无效。莉莉娅说话间，手中多出一块元素符文回路，符文融化，7级元素精灵与元素符文回路中的能量产生完美共振，从而达到满级8级，并触发最强元素天赋元素天使。为何要与我为敌？没有食物，我们迟早是死。我差点都忘了啊，鬼要吃人啊！也好，鬼原本也是错误的存在，一起消失好了。既然你不想放过我们，我们也没必要留你了。天降神威。初雪，咸鱼，看我的夺魂之镰。要输了啊！不，我会献祭自己。想清楚了，我可是人类。我们早已融为一体，即便我消失，你也不再是人类。杀死所有人类，替我交卷，之后的路怎么走，你自己决定吧。我尽量。伟大的造物主啊，这一刻，我向你献上我的血肉，我的灵魂，我的一切因果命运，请赐予我力量，让我完成您的使命。忘记发动。咸鱼，带他们走，我来拖住这个怪物。你走，我来拖住他。就凭你，他有元素符文在身，你的能力对他无效。论速度，你还不如我。你觉得谁更适合跟他纠缠？快走！那你自己小心。这就是满级的元素天使吗？真是太恐怖了。好快！不准欺负我孙子！是奶奶，他是望兽，是光临者。奶奶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。云，看来你也有答案了。是啊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保护觉醒者，让他们苟延残喘。觉醒者会怎么样？我才不在乎。那你在乎什么？一个虚假的孙子，终要还活着，会替你感到遗憾的。我才替中遗憾啊！他呀，真是越老越糊涂，走进了死胡同。人也好，兽也好，我活了这一辈子，只悟出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云没有回答，他看向咸鱼，咸鱼却说不出话。虽然早就想过奶奶是高级兽的可能性，并对此做好了准备，但奶奶是光临者这件事，还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他一时之间感到无以复加的震惊，同时又感到巨大的庆幸，甚至还有一丝温暖。咸鱼看着眼前这个如此熟悉又陌生的老人，千言万语汇成了2个字：奶奶。哎，乖孙子，家人最重要。家人，你的答案原来是自欺欺人。孩子，自欺欺人的是你啊！两人静静注视，沉默了3秒，瞬间，云化为一道飞向莉莉娅。云的天赋是望妖。咸鱼很想要帮奶奶战斗，可是他很清楚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光临者领袖和至暗者领袖之间的战争，完全不是他能插手的级别。奶奶，这是元素符文回路，拿着。奶奶，刚才的战斗耗尽了云最后的生命和能量，他缓缓伸出手，想要摸一摸孙子的脸，但最终又怕自己的手太脏，缓缓收回。咸鱼一把握住奶奶的手，
放在自己的脸上。别怕，奶奶不是坏人。奶奶，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，您还要长命百岁，您还有很多好吃的甜食没吃，你不可以。奶奶爱你呀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奶奶不可能就这样死掉，绝不可能。奶奶没多少钱，你别嫌少，拿着去那边想吃什么自己买。我孙子啊，越来越能干了，以后肯定比你爸还要出息。奶奶呀，不用活那么久，只要你和欣欣可以平安长大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可以像现在这样开开心心的，奶奶就可以放心去了。咸鱼紧紧搂住了死去的奶奶，仰天大喊，那饱含痛苦的怒吼从胸腔之中爆发出来，带着强烈的能量共振。瞬移升级，4级瞬移，可闪现10米距离，使用时间间隔 0.8秒。火焰升级，4级火焰，最高温度达1500摄氏度，自身完全免疫普通火焰伤害。领悟新技能焰拳。咸鱼放下奶奶的尸体，从奶奶口袋掏出一个糖果，他将糖果放进嘴中，这是奶奶生前最喜欢吃的糖果。此时的莉莉娅已经失去元素符文回路的加持，尽管如此，她毕竟是拥有望兽领袖体魄和7级元素精灵的完美融合体，她依然很强。你虽然变强了不少，可惜还不够。精灵之光。不，我还没有输，我还能打。原来我的心脏长这样呀，真难看。好吵啊，就不能让我睡一会吗？你怎么了？姐姐不见了，我好害怕。你姐姐去哪了？姐姐说天黑之前会回家，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。你姐姐肯定会回来的，别担心。大哥哥，你是谁啊？我吗？我是谁？你叫咸鱼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叫咸鱼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我的朋友，未来的朋友，我有时候会梦见你。朋友？你是初雪，小时候的初雪。初雪，我们去抓知了。这不是小时候的我吗？大哥哥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好啊。不行，你不能出去。为什么呀？咸鱼，你忘了吗？什么？你已经死了呀，你被杀死了。是啊，我死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好朋友不会让朋友死去的。不过只有这一次哦，下次我就不能再保护你啦。大哥哥，请忘了我吧，永远不要再回头了哦。这怎么可能？幸运升级，4级幸运，拥有觉悟之力，可临时改变除运气外的所有属性点，不受属性上限限制，维持时间10秒，发动间隔时间48小时。瞬移升级，5级瞬移，可闪现15米距离，使用时间间隔 0.7秒。火焰升级，5级火焰，最高温度达2100摄氏度，自身完全免疫普通火焰伤害，焰拳威力增加1倍。复制升级，5级复制，可复制序列号10之后的所